What's up, everyone？ 我是 JL， 那欢迎来到我们的 reaction video。那么，因为最近我最爱的那个偶像歌手，应该说创作歌手的Fujikase呢，他出了他的第3张专辑，其实出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现在才打算一次过拍关于他的 music video 的一些 reaction videos。那一起来看看他的 MV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起分享、一起学习的？那我们一起看看呀。如果你看过 Hachiko 那个 music video 的话，你一定知道多么的抽象。那么我自己个人已经先看过 Hachiko 以及 Love Like This 这2首的 MV， 但是 Prima 的我还没有去看，我已经把整个专辑听完了，个人还挺满意的，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当然，就是 Prima 的 music video 我一直留到现在才来和各位一起看。那我们今天先把 Fujikase 他新的第3张专辑的那3首，就是有拍 music video 的歌呢，一起来看一下他的 MV 到底拍的怎么样。表现怎么样？那尽管我不是最专业的那个，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他的 MV 有什么惊艳的地方，以及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学的。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开始吧。那么，如果你是已经有买这个 Limited Edition CD， 你一定知道 Fujikase 有一首特别收录在 CD 的 It's Alright， 是一个日语的歌曲。那当然它也不是全日语，它有掺一些英文在里面。但是因为这首歌它不是纯英文的，所以以至于 Fujikase 这次没有收录在 Prima 这张专辑里面。所以它总共有9首，而不是10首，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因为那个 It's Alright 真的很好听。那你有买 CD 的人，恭喜你，你非常 lucky 啊。那现在应该是比较贵了，如果要买的话。像这张专辑，大家评论都说已经没有什么风味了。这我个人觉得，它好听就好听嘛，我喜欢它，我就会听它的歌啊，对不对？那这次专辑也没有让我很失望，还是那么几首我真的很喜欢。前面大家一定很喜欢他的 cover 的那些专辑啊，我觉得我废话讲有点多了。我们先看第一个 Hachiko， 这 Hachiko 第一次我听的时候非常的 K-pop， 再看制作人250更 K-pop 了，真的是很 K-pop。它的前半部分呢，我真的觉得非常 K-pop 的部分。等一下，我就有必要秀一下大家它的海报是怎么样的，我自己有框起来啊。自从他的新专辑的那个东西发出来，就是让人感觉真的是太抽象。我们先来看 Hachiko。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这首歌的这个背景了吧？我就不多解释了，网上非常多的解析都有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开场就真的是非常的抽象。这边暂停一下，对不起各位，暂停一下。他这个Hachiko的这个形象呢，其实是有时尚杂志有专门拍过他的这个整个服装造型的，大家可以去看。我个人觉得，这样拍了一下还蛮帅的。但是 MV 呈现嘛，很抽象。我觉得主要还是那个胡子啦。你们都知道Fujikase有非常多的形态的非常多的状态出现。那这一次迎接我们的呢，是个更盖的存在，盖。但是他是不是盖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就太成熟了。这边太好笑了，这边场景的这几个镜头，这首歌是越听越上头啊。它可能不是最好听、作曲最好的那个，但是绝对是越听越上头的类型。听完第一个副歌之后呢，其实这个 MV 有几个地方拍的蛮有意思。首先造型是非常的抽象那歌的话听几遍就确实还挺上头的。还有几个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效果器的声音还挺好的。我觉得主要还是250有一点改变到 Kaze 他的那个风格吧。所以这首呢风味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不多。然后这首歌的背景呢，其实一开始的发想是从 Dokoni Hachiko 先开始的，是Fujikase在一次的共同创作营里面去想到这么一首。他首先应该是先出这个词跟一个旋律吧，然后就沉淀了非常久。我记得这个是在第2次专辑的时候吧，或者是之前所发想的东西，然后一直到现在，就跟 It's Alright 的背景差不多。然后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个主人这个白衣人的造型其实是挺帅的。还有几个非常经典，他的手有几个戒指，然后整个是风衣的整个设计，我其实非常喜欢 Kaze 他整个穿那种雨衣风衣的那种感觉这个其实算是雨衣更多了。然后之前他来马来西亚 Asian Tour 的时候，他穿的前半场我记得是雨衣的部分，那个还蛮屌的。因为如果不帅、建模不好的人穿那样子的话，看起来就根本就是幼稚园的人，或者是哪一个捡垃圾的拾荒者。但是 Kaze 穿上去，すげえ！
但是那个胡子说真的还是接受不了啊。但整体服装设计呢是非常的有意思，但真的不多，可是还是有那个风味啊，还是有那个抽象感觉啊。我其实蛮好奇它的这个棚是怎么搭建起来的。那么感觉呢，其实是用 LED 更多一点，因为后面会看到很多那个屏闪啊、那个灯珠的那个东西，其实可以注意得到。然后它应该还有打多几盏棚灯在那一边，因为后面的转场进副歌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了，就是这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开始闪的时候，它的那个频率是有出现到稍微的，可以看得出来啦。但是我不是专业的。我还没有实际有那些摄影棚啊，在摄影棚做制作的一些经验，所以不太知道他怎么利用这些东西去做。如果有哪个大佬知道的话，愿意分享，可以在下面分享。看他这边就是几个灯，那跟 Die with a Smile 感觉一样，它的灯是一开一放，一开一放这样子。但我个人很喜欢这边这个设计啊，他这个人整个人走出来，他应该是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应该是一个走廊的。然后走廊是差不多这边到这边都是走廊，剩下的地方应该是那个背景放的 LED 吧？对啊，你看它走在上面，然后摄影机应该是这样子慢慢的转啊。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样的画面，再配上歌的那种激动感，那个情绪慢慢堆叠起来，进到副歌开始噔噔噔噔很懂事，整个人要动起来的感觉的时候呢，这边的话我觉得很不错。基本上哈奇口的这个 MV 我也看了有10来遍了吧，所以大概知道前面要说什么。应该是这个黑色，也就是算是一个八犬哈奇狗的一个角色，他应该是在哭诉，哭诉着为什么主人还没有来啊，越等越痛苦的感觉，这样子啊，这边有一点开始濒临崩溃啊、悲伤的情绪来了。然后那个白衣的应该就是他的主人，在那个背景的design 吧，我个人觉得有点像是天堂的设计。然后这边那个眼镜，大家有看到吗？就是他开始堆叠剧情了，开始解释剧情。这个眼镜就是刚刚白人戴的那个眼镜，现在掉在这里应该是主人可能发生什么事了，已经消失不见了。所以看哈基狗很伤心啊。然后另外一个小彩蛋，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自己留意的东西，他的这个眼镜就是在《Michi Telugu》里面结尾的那个眼镜，对，这个就是峰哥他自己的，我算是他的标志性眼镜。虽然后来出了那3粒眼睛，更加成为他的一个代表作了吧。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眼镜在峰哥的 MV 出场还蛮不少的，就是白衣人他的那个耳朵那边有那个好像天使翅膀的东西环绕在他的上耳。那感觉呢，就是更加的表达这个角色他是在天堂啊，或者是就是有这意境的解释，这个整个服装就是表达一种他在天堂啊，已经不在所谓人际的地方了，整个造型、整个装饰都是这样一个表达。所以这个 MV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扎实，虽然它抽象吧，然后他也拍了蛮多好看的东西。像那个刚刚哈基国那个很多背景一直交换啊，场景也没有交换啦，一直都是沙漠那个地方，它只是背景的整个天气啊、时间的交代，所以它有变换不一样的背景。那总的来说有下雨啊，然后刚刚有下雪什么的，我个人是挺喜欢这样的表达。然后这边开始道具应该是主人要来了，来到他现在下雪的地方。然后我不知道这边丢水球我还是看不太懂啊，应该是为了表达主人已经要到了，就是可能他前面有个门开了可以进人界，所以他一开的时候呢，这边在下雨嘛，结果这边在下雨，然后那个水直接哇的感觉吧，但是他又丢一个水球，那个水球又很明显是一个橙色，所以 I don't know，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我个人有点看不太懂，但是我知道他要这样表达吧，然后他就主人就我来了，这边这个画面我很喜欢，这边我很喜欢这慢动作 ，Go。哇，这边这个慢动作，这个升格哇 ，Go， 耶！这边开始又更抽象了，就你前面已经建立一个逻辑了，这边又跟你切很多画面在啪啪啪啪。不过算是一种意识流的交代，所以它其实是跟剧情是有关联，但是不是直接性的，它算是一种意识流的一个表达吧。我个人觉得，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这边我超喜欢啊，这个很 happy 的喊。我个人还是不知道橙色气球刚刚又出现，所以我个人真的不知道要表达什么。这边跳我会了，好2，1，1，1，2，1，1，2，哎，错了。其实这首嗨气扣就是一个动感很强，但是整体而言呢，我其实还是很喜欢这样的表达，但是看不惯啊，看不惯，看了几遍也是看不惯。我们现在看 Love Like This。那 Love Like This 呢，无论是歌曲还是 MV 呢，都非常有自己的表达方式，非常的有自己的意念在吧，可以这么说，非常有自己的风格在。那我个人呢，很喜欢，因为之前他在就是 Euro 那边的 tour， 应该是 Euro tour 吧，有先演唱这首新歌。那么那时候呢，我是先听他们录的那些 live 版的，个人一听，整个很爱啊，但是多听了几遍正式歌曲听了之后，感觉又很腻了，又整个又下去了，你知道吗？但是它的旋律还是会在我脑中偶尔浮现几次。我个人是很喜欢歌曲啦，然后它的画幅也采用了比较电影，应该是1:85:3的吧，这个比例应该是比较宽了一点的，没有2:35:1那么窄一点。它整个影片风格是走比较以前80年代吧，接近90年代的那种以前电影感觉啊，还有几个都用非常有历史性的一些镜头去拍一些画面，所以才拍得出那种味道，复古味。这眼神看起来很像演的。这边的这个镜头我就很喜欢了。这边是应该是有换一个镜头拍的，整个很复古感很重啊。这种应该是后期治不了的，一定要特殊的镜头才做得到，电影镜头。然后这边多利印，然后再 Q 往下，应该不算 Q， 它有动。哇，这边有点夫妻 feel 的那个味道了，整个偏红黄啊。但是我好奇，我真的很好奇这个 MV 到底用了什么电影镜头去拍，整个复古感很重。就是回归现实没有 love 的感觉的时候，他就会用这种比较现实、比较锐利的镜头去拍出这个感觉，去区分出来啊。然后这边是经典的，有点蓝橙调吧，很电影感啊，动作片的感觉的。Just like you do， 这边打光我很喜欢，这边卡贼没了，数掉了，被兄弟啊做了一波。还有 halation 啊，你们可以看到还蛮多地方有 halation。然后这边这个女主镜头有一些污渍在，然后有点水在，这个投入感很好。因为我曾经有看过一些其他的人的创作，他们也会不能说擅长，他们也会想要有一点想法，在拍沙滩啊海的地方呢，会加一些那种可能沙掉落在镜头上，不小心滴在镜头上的那种肮脏感。这样会更有代入的感觉，因为你会觉得你真的身处于那个地方，而你对于沙滩区肯定多少会沾到一些沙什么的肮脏啊，尤其你下水啊，可能泥啊会伴随着你的脚一起上来啊，所以你会感觉到那个有点肮脏感。正是这种感觉，这种现场才会有的互动呢，会让你更有的代入感。所以通过在你的镜头上面加了这种污渍啊，反而会更有一些故事的那种投入的感觉，体验会提升非常多。但是很多人就是你无论什么镜头吧，他只要那个场景有在，觉得他只有在特定的镜头放才有感觉。尤其像刚刚女主下海，你放了那种水滴在那种镜头的感觉，然后一开始女主要跳镜头不超过5秒的部分，你再放这种东西呢，体验才会比较好。如果是那种放超过可能10秒。然后又是广角镜头，你又加那种污渍感，看了人就会很难受，因为太过了。像这个你看这边就可以，因为我跟他在一个水平上，所以我会多少弄到水很正常，而且他不放过超过5秒，那这种要长了，你看上帝的视角啊，这样拍下去，他就没有放这些东西，那个光感连接就很好。我这边有点光晕，那个太阳光晕那样放起来很唯美，
光晕永远是这成就唯美的一个关键点啊，没有光晕加下去 overlay 就对了。这首歌差不多是这样子 ，Love Like This 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有复古感，很有自己风格的一个作品，无论是他的 MV 还是他的音乐，都很有自己的风格。那么 Love Like This 不像哈基狗，你会听了几遍很上头，它反而是越听你越觉得没有感。但是你第一次听它，第一次遇到它，第一次看它 MV， 你会有独属自己的一个惊喜感，以及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感想。个人喜欢它的镜头切换的使用。就是在镜头语言的部分呢是很满分的，这个在 Love Like This 呢是表达的非常的好啊，我个人觉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看 Prima 是我自己还没有完整看的，好吗 ？Let's go Prima 是第3张专辑的主打歌，开场是一个很大的画幅，因为我电脑画幅的关系，我不确定这个 MV 的画幅是多少，应该不是16:9，也不是4:3啊。应该是4:3吧，我是疯的。这个应该是夫妻卡姐小时候，然后是一个家的环境，垃圾堆啊 ，the fuck， 不知道，我感觉好像反乌托邦啊。Prima， 哎呀，有 Working Hard 那味了，然后这个背景又很有 Grace 的感觉啊。其实不得不说，夫妻卡姐每一个 MV 的造型。虽然有点独特，但是都有一定的设计在啊，我个人还蛮看好的。这次是去哪里啊？之前是去印度嘛 ？Grace 的时候，这个不知道去哪里。Hold up， 让我看一下，我很好奇。他这次的拍摄方式应该又是和 Grace 那个时候一样。下面是在泰国哦，他终于去泰国了。应该是算热知识。之前 Shinuka Iwa 红是在泰国的 TikTok。所以夫妻卡姐突然变成比较 trading 比较 viral， 其实有一大部分啊是这个泰国的功劳。所以那时候海基狗一出，他也有特地去泰国，就是惊喜的去表演演出，算是一个回馈给粉丝。他蛮多粉丝在泰国，所以这次是来泰国掐买取景啊。哎呦，这边这个演技感觉很卡姐了。看到香蕉树是非常的有那种触景生情的感觉，因为马来西亚也是，而且我以前是住在冈凤，乡村的地方，所以对于香蕉树真是非常有触景生情的感觉啊，太多回忆了。可以在卡姐的 music video 看到这个也是蛮大象 ，what the hell，what the fuck， 泰国的整个布局也是和马来西亚差不多啊。它这个颜色用的很有那种末世感啊，我很喜欢啊。哦，这边怎么用超慢门在拍啊？哎，这是在抽什么啊？抽烟吗？这个是卡姐家的泰国所谓的 MV 里面的家吧，都是一些回忆啊。哦，这边我超喜欢。哎，这个3个眼睛又回归了。哦，哎呦，这边那种很仙女的感觉啊，整个突然按下来。哈没有，哎，这又是什么造型啊？我越来越奇葩了，哥们。这个下雨特效应该是有后日期加一点，然后它放雨的部分也只有一部分，因为你看它后面河是没有水的，只有前面部分河有水，看到吗？各位看到吗？哎，我其实很喜欢这样子的记录式的 MV 啊，它的那个有 rainbow， 然后又有卡仔小时候那照片，会让我想起塔比奇的那个感觉。这 MV 怎么说呢？它没有给我像 Grace 那种，你看 MV 然后跟歌搭配的那种情绪越来越堆叠啊，然后又有那种神圣的感觉。Prima 这首更像是卡仔一直求于某一种东西，然后他一直在回味，有点像他在创作这个第3专辑时候创作这些歌曲的时候那个心境，然后全部这个的表达都做成了一首歌曲，就是所谓的 Prima。
那他自己，我记得他个人在接受访谈，也有讲到这个制作这首歌的这个背景，整个故事呢，其实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灵感，他也是祈求什么来临，这首歌就像神突然之间要他做的一样，他就这么样作曲作词就这样出来了。所以这首歌给他的感觉更像是神终于给了他的灵感，然后借由他这双手做出了一个歌曲，也算是我觉得算是要表达他当下的直接一个心境的直接的投射，直接的表达，直接的一个歌曲代表他这个整个一路以来的创作路程吧，有点像马修罗那样子。马修罗算是Fujikase送给我们粉丝的一个告别礼物吧。那首歌我也是很喜欢，可惜没有 MV。Grace 的导演是3个 Q， 完全算是不一样的，阵容啊 ，DP 那些都不一样。个人我是喜欢 Prima 这首歌的，但是他给我经验没有像说是主打歌这么惊艳啊。前奏给我感觉好像要来一个大的，但是一进副歌就还行的感觉啊。泰国的整个房子设计的环境哦，都跟马来西亚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的，有蛮相似的场景，被这种触景生情啊。Fujikase 几时要来马来西亚拍 MV 啊？我其实是很喜欢这种半记录式的一个东西。以前我第一次看过类似的 MV， 算是 Post Malone 的那首忘记叫什么来着，他就是直接 follow Post Malone 的 Vlog 这样感觉，然后直接拍成一首歌的 MV。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就是它流露了很多真实的情感在里面，很多真实互动。特别像如果你的歌曲是那种想要真意表达什么东西，就是你的歌词想要传达某一些东西，然后歌曲也是如此，是一种情绪想要直接打进你的心房的话，再搭配这种真实的互动，我真的是会觉得这种融合的这种搭配是很漂亮。这边呢，这个画幅在配这种有点末世的调色，就是整个好像绿色这个色相是比较偏深的，然后它的 saturation 会拉比较低，然后它的黄色全部也拉比较偏轻，靠近一点，整个颜色会比较只剩下青色多一点。因为 MV 拍的图又比较多，所以它会有一种黄土的感觉啊，整个感觉，然后又有一些绿色去点缀。黄绿的，是一种末世的感觉吧。末世给人的感觉就是全部是荒土嘛。这个画幅也是挺美的啊，这样拍很有 IMAX 的感觉啊。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么热啊。它其实有几个画面是感觉要补上去的啊。这个没有前面2个 MV 用这么多镜头语言，更多的是直接拍一些互动、一些故事啊。这些是特别设计的嘛，然后也会放一些随意记录的这样子穿插。这边 bridge， 虽然我不知道这边拍来怎么，但是就是这边就是应该是记录的，然后这边是设计的镜头，就这2个镜头切来切去啊，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就提一下这边的这个钢琴伴奏，我超爱。其实这首歌曲总体而言是不错，但是它的惊艳程度，也许以前Fujikase真的带给我们太有惊喜了，所以至于这个歌蹦出来的时候，没有触及到大家原本的预想的那个线吧。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看了2遍，搭配 MV 看，个人还蛮喜欢。于是我每次很喜欢那种Fujikase他加钢琴的律动，这个跳舞的进来的时候呢，又搭配他 MV 一些他自己自创的那种dancing。这样搭配起来看真是身心愉悦啊！但是我个人呢，要以这3个 MV 来说的话，我是比较喜欢 Love Like This 的这个风格呈现。我比较喜欢那种风格非常具象化的东西。Hachiko 有点太前卫了，适应不过来。还有一种给我更像是 K-pop 韩流的那种整个创作方式。Prima 是一种想仿 Grace 但又仿不出的感觉，但是我个人又不讨厌他，我又还蛮喜欢的。我觉得我再看多3遍，我这样应该会很喜欢。然后还有大象，大象其实算是泰国的神的一种意思吧，加上 Prima 这个歌词意境的表达，
跟 MV 其实有很大的关联的。这样子看的话，你只要再了解多一点，其实代入感也是很强。然后整体的表达，我其实很喜欢这种真实随意记录，然后又加上你的一些设计过的镜头这样穿插。其实这更像是我们真的创作者没有预算之下，想要讲一些主题所会进行一些创作方式。然后Prima 又加上一些调色的特别之处，然后有一些风格化，又加上Fujikaze本来歌曲的一些亮点，所以整个融合了，我觉得是还蛮上乘之作。最后呢，想要来小小的再分享一下，没有听Fujikaze的，去听一专，神中神必须听。再来就是二专一定要听。他的 cover album Please 你们也要听。Fujikaze 永远的神，让这个世界刮起藤井风吧。OK， 这3个 CD 都有收了，接下来就是黑胶 ，Come on baby， 黑胶。好了，不再说废话了，这期也够长了。那么 I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